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分享一道我家的招牌甜品水果派。今天我要用黄桃做馅儿。我们先来做派皮，称158克无盐黄油，把它切成小块，放在室温下软化。最好要用发酵黄油，因为它有一种发酵后独特的香味儿，会让派皮的味道更好。软化好的黄油用刮刀很容易就能刮开，再刮几下，确保它整个软硬度都是一致的。接下来准备和面所需要的蛋液，把蛋黄、水、细砂糖和盐放在一起，搅拌到糖和盐完全融化。蛋黄里含有的卵磷脂可以让面团中的油和水充分乳化，增加派皮的酥性。但是蛋白呢，却会让做好的派皮口感变硬，所以这里我们不能加全蛋液。低筋面粉过筛，用刮刀一边按压一边沿着盆壁搅拌面粉和黄油。刚开始的时候呢，动作一定要轻，因为这个时候面粉很松散，它很容易就会扑出来洒到外面。可以看到，现在黄油和面粉全都变成了黄色的颗粒，看不到白色面粉了。这个时候就把调好的蛋液倒进来，继续用刚才的动作把它按压成面团。像这样面团就做好了，不要去揉它，稍微整理一下形状就行。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冰箱冷藏5个小时以上。冷藏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让面团变硬，容易塑形，同时它得到充分的松弛，才能做出口感酥软的派皮。接下来准备工具，我家里有这种圆形的烘焙纸，如果你没有呢，就用整张的烘焙纸裁剪出直径是18厘米的圆片。我们可以看到它刚好比6寸的派盘大出一圈，沿着烘焙纸的边缘每间隔2到3厘米剪一个口。剪好以后，把要用的派盘和擀面杖都放进冰箱冷冻。冷藏了6个小时的面团已经完全变硬了。这块面重量是450克，可以做3个派皮。如果把它平均分成3份，一个派皮应该是150克。但是我在分的时候呢，会把前2个面团稍微切大一点，大概160-170克的样子。我们手工擀皮很难擀得非常圆，在往派模里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有的地方派皮不够的情况，所以这样分切擀出来的面皮相对大一些，容易一次成功。在台面上撒一点面粉，用量越少越好。把擀面杖从冰箱里取出来，在上面也抹一些面粉防粘。提前冷冻派盘和擀面杖是为了让面团在操作的过程中不那么快就变软，因为它一旦变软呢，就变得有些粘手，不太好操作了。刚拿出来的面团会很硬，你要想把它擀开，得花点力气才行。因为面团很硬，所以刚擀的时候它边缘容易裂开，但是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会给它整形。把边缘裂开的部分捏紧，然后把手掌立起来，整理边缘，让裂开的部分合拢。一边整理一边擀，派皮会变得越来越整齐好看。在擀的过程中要注意，整张派皮的厚度要尽量一致。擀到厚度差不多是5毫米的时候，从冰箱里取一个派盘，用一个拿一个，不要一次都拿出来。保证你在塑形的时候，这个派盘是特别冰的。目测一下，看看大小是不是可以完全覆盖派盘。把派皮铺在模具的正中间，用手指把派皮折一下，紧贴派盘底部的边缘压好，让它有棱有角的完全贴合。不要让派皮和派盘之间留有空气。整个都铺好以后呢，再转圈捏一下，确保派皮和派盘完全贴合了。
最后用擀面杖擀一下，把多余的部分切掉，一个派皮就做好了。一个派皮用掉的面团呢，实际上是130到140克，所以前2个派皮剩下的面和第3个面团放在一起，应该也有170克左右，也能擀一个比较大的派皮。这是第3个面团，个头看着很小，再加上前面剩下的面，先把这团擀开，因为它比较硬。擀到一定的大小，再把它和刚才剩下的面合在一起擀。接着按照前面的方法，把第3个派皮也做完。另外呢，如果你的派皮还没有做好，面团已经被揉得很软，开始粘手了，就可以把它放回冰箱再冷藏一会儿，等硬了再拿出来操作。最后剩下的边角料可以把它擀成一个圆片，烤熟了当饼干吃，一点都不浪费。把准备好的烘焙纸放在派皮上，用手指划过底部的边缘，它就服服帖帖的和派皮紧贴在一起了。准备一些烘焙重石，也叫烘焙豆。烤派皮的时候把它压在里面，防止烤的过程中派皮鼓起来。一个6寸的派模需要这样的紧轻石烘焙豆，大概450到500克。我今天特意留了一个派皮，不放烘焙重石，而是用普通的豆子代替，看看烤出来效果怎么样，给没有烘焙豆的小伙伴做个参考。烤箱提前预热到200度，把派皮放进去烤25到27分钟。到最后几分钟的时候，要注意观察颜色，不要烤过了。派皮现在已经烤好了，让我们来看看烤的怎么样。从外表看，重石和普通豆子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派皮出炉以后，要马上把重石倒出来，因为它的余温很高，防止派皮过度加热。把烘焙纸取掉，看看派皮里边烤的怎么样。可以看到，用普通豆子的派皮底部更湿一些，因为还要进行2次烘烤，所以这个程度也没问题。如果你比我勤快，就把它放回去再烤5分钟就更好了。准备一个黄桃罐头，把黄桃捞出来，用厨房纸巾吸去多余的水分，再切成小块，放在碗里备用。鸡蛋、细砂糖、淡奶油混合以后做成馅液。我今天要做2个黄桃派，留一个派皮做蘑菇培根咸派，所以现在做的馅液呢是2个派的量。把它们充分搅拌，一开始会特别粘稠，很有韧性，一直不停地搅拌，一直搅到像这样非常顺滑，砂糖也完全融化了。把黄桃倒进派皮里，整理一下，再把馅液倒进来。烤箱提前预热到180度，烤40分钟左右。当表面出现一些焦糖色的斑点，而且派皮的颜色又不过度，就可以出炉了。现在满屋子都是香味儿。等派模不烫手了，就可以趁热脱模，吃热的或者放凉了吃，味道都很好。不过冬天我还是更喜欢吃热的。脱模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派皮很酥，非常容易碎。做这款派，你可以放任何你喜欢的水果做馅儿，外面的皮酥的掉渣，里边的水果和布丁入口即化，真的是无法抗拒。谢谢观看，下期视频我将分享蘑菇培根咸派的做法，记得来看哦。